中国欧盟领导人会晤即将在北京举行，那对此您有什么观察？今年是中欧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20周年，是一个继往开来的时间节点，总结历史的经验，开拓新的前景。中欧关系的底色是合作共赢，在全球化体系中，中欧关系主要是地缘经济性的，而非地缘政治竞争，这是中欧关系的基本盘。在全球化遇阻的情况下，中欧经贸依然创了新高，贸易以及产业链的合作是中欧关系的核心支柱。中欧分属欧亚大陆东西两端，对于维护欧亚大陆的和平与发展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如王毅所言，中欧选择对话合作，阵营对抗就不会形成；中欧选择和平稳定，新的冷战就打不起来；中欧选择开放共赢，全球发展繁荣就有了希望。可以说，中欧合作不仅关系到彼此的发展，也关系到全球地缘政治经济秩序的稳定。中欧关系的下一个20年要建立在相互尊重、冷静务实、战略思维的基础之上。核心一点就是中欧关系的发展要实事求是，要建立在去意识形态化的基础上。中欧是两种文明体系，在多元文明共存的世界中，中欧应该加强文明对话，求同存异，而不应该将价值观、意识形态等因素加入到双边关系发展中，更不能以意识形态、价值观来划线。阵营划对垒的根本动力就来自于意识形态划线，并以此进行敌我的区分。冷战期间，欧洲最大的教训就是同属一个文明体系的欧洲被分成了两个阵营，因见不远。世界正处于加速变迁之中，中欧双方需要长远的眼光、战略定力，理性审视彼此，理解和照顾彼此的核心利益和关切，保持下一个20年中欧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迈上新台阶，扮演新角色。欧盟今年以来对华经济政策中一个重要的概念是所谓的去风险化。那您认为这对未来中欧关系会有什么影响吗？今年4月以来，欧盟领导人以去风险化取代了脱钩，成为欧盟对华经济战略的重要的概念。管控风险是正常的，但是不能过度，更不能政治化和泛安全化，从而使去风险等同于脱钩锻炼。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去风险主要集中于新兴产业，尤其是中欧双方面临的未来的议题，比如电动汽车、人工智能等等。这些新议题、新现象不是中欧合作的障碍，恰恰相反，应该是中欧合作的新领域，为面向未来的中欧关系打开了新的图景。欧盟早前启动对中国电动汽车的反补贴调查，背后是中欧产业关键矿产品的竞争。在电动汽车市场上，中美两国独大，中美车企占了绝对优势，一方面对欧洲电动汽车市场造成了很大的压力，同时也对欧盟传统车企带来了竞争压力。以电动汽车为代表的绿色产业将是未来发展的方向，产业革命正在发生，而从化石能源为基础的产业体系向新能源为基础的产业体系的转型将会重塑全球经济秩序。产业的升级转型意味着关键矿产品或者战略资源会随之发生变化。欧盟认为自己在战略资源的开发、开采以及供应方面已经落后。以往的国际经济发展历史并没有证明战略资源能够掌控一切，相反呢，战略资源的开发、应用需要建立在合作网络之上。拥有丰富战略资源的国家呢，往往面临的是资源诅咒。换句话说呢，一种资源能否成为战略资源，关键是看产业和技术的变化，技术和产业具有战略性、全局性。而在全球经济体系之下呢，分工合作是创新和智能开发的必由之路。没有哪个国家可以在隔绝的情况下创造出领先世界的技术和产业。中欧双方各有优势，秉持着开放的心态，才能够实现优势互补，迎接新一轮的产业和技术革命，在新的经济格局之下占据一席之地。经中欧双方商定，第24次中国欧盟领导人会晤将于12月7号在北京举行。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会见欧洲理事会主席米歇尔和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国务院总理李强将同米歇尔和冯德莱恩共同主持会晤。本次会晤是双方时隔4年首次面对面会晤，如何通过高层引领稳定中欧关系，消弭欧洲一些对华去风险的杂音，外界高度期待。
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在4号的例行记者会上介绍称，中方高度重视此次会晤，双方领导人将就中欧关系中的方向性、战略性问题和共同关心的全球性议题深入交流，为中欧关系发展规划蓝图、确定重点、注入动力。谈到对本次会晤的期待，汪文斌表示，中欧是伙伴，不是对手，双方共同利益远大于分歧。中方期待此次领导人会晤发挥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重要作用，通过战略沟通增进理解互信，通过开拓创新加强互利合作，通过对话协商探讨解决问题的思路，合作应对全球性挑战，为世界注入新动力，为国际局势增添稳定性，为中欧关系持续健康发展提供战略引领。中国欧盟领导人会晤是双方领导人年度会晤机制，始于1998年，是中欧双方进行战略沟通的高层平台，为深化中欧关系、推动对话合作发挥了重要战略引领作用。中欧关系的几次升华都依托该机制沟通确定。1998年4月，首次中欧领导人会晤在英国伦敦举行。会晤后，双方发表联合声明，希望建立面向21世纪长期稳定的建设性伙伴关系，并决定每年举行一次领导人会晤。2001年9月，第4次中欧领导人会晤在比利时布鲁塞尔举行，双方决定建立全面伙伴关系。2003年10月，第6次中欧领导人会晤在北京举行，双方决定发展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即将举行的第24次会晤，恰逢中欧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20周年和中欧领导人会晤机制建立25周年。同时，这也是2019年以来首次举行的线下中欧领导人会晤。路透社报道指，欧盟与中国在达成举行领导人会晤共识前的数月里，在北京进行了几次高级别的磋商，谋求在双方变得复杂的关系中找到共同点。近来，中欧关系呈现全面复苏和稳中向上的良好态势，在战略、经贸、环境与气候、数字等多层面展开一系列高级别对话，达成重要合作共识。9月，第10次中欧经贸高层对话在北京举行；10月，第3次中德高级别财经对话在德国召开。随后，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兼欧盟委员会副主席博雷利访华，并举行第12轮中欧高级别战略对话。紧接着，中方又同匈牙利、法国、希腊、捷克、马耳他、爱尔兰、荷兰、斯洛文尼亚等国高官会面或通话。观察指，在百年变局加速演进的大背景下，中欧关系也面临新的机遇和挑战。此次中欧领导人在关键节点的会晤，将为变乱交织的国际局势注入更多稳定性。其实中欧双方都有意说来总结一下今年以来双方这一系列的这个成果，然后凝聚一下双方的共识，为下阶段推进中欧关系做一个更好的铺垫。然后另外我们也看到，之前中美的旧金山峰会其实是奠定了一个非常良好的氛围，在这个背景之下，就有利于双方达成一些比较独立自主的、更加有利于合作的一些共同方案吧。另外一方面呢，是欧洲本身也面临欧洲议会的选举和这个欧盟层面领导人的更迭，在这个背景下，欧洲就是政治生态呢也会发生一系列的变化吧。我们做一些预先的磋商和预先的研判，然后凝聚双方的共识，做一些增信事宜、力所能及的工作呢，其实是对确定未来的稳定性有很大的帮助的。中欧领导人会晤前夕，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4号晚间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集体会见欧盟及各成员国驻华使节。双方领导人将就中欧关系中的重大的战略性问题和共同关系的一些全球性的议题来进行深入的交流，那么为中欧关系的发展指方向、画蓝图、提信息、增动力。我希望我们大家一起努力，确保即将到来的中欧领导人会晤能够取得圆满的成功，那么能够推动中欧关系以20年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为契机，能够迈上一个新的台阶，那么展现一个新的前景。
王毅指出，回顾中欧关系走过20年历程，可以得出3点重要启示：一是坚持相互尊重，才能平等对话，共同进步；二是坚持冷静务实，维护伙伴关系基本定位，维护求同存异相处之道，维护互利共赢合作方式，维护多边主义时代潮流；三是坚持战略思维，中方视欧洲为多极化进程中的重要一极，支持欧洲一体化，支持欧洲战略自主。中方对欧政策保持着稳定性，不会因一时一事改变。王毅强调，中欧选择对话合作，阵营对抗就不会形成；中欧选择和平稳定，新的冷战就打不起来；中欧选择开放共赢，全球发展繁荣就有了希望。欧盟驻华代表团团长妥尧会和欧盟各成员国驻华使节表示，中国是欧盟重要的合作伙伴，欧盟无意与中国脱钩，希望建立互惠平衡的经贸关系。欧盟重视中国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作用和影响，愿同中方共同应对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公共卫生等全球挑战，就乌克兰、中东局势等热点问题加强沟通协调。欧盟其实是对中国的诉求是在上升的。我们看到在安全方面，欧盟一直把乌克兰问题视为它的核心利益，那么它需要中国去发挥更加具有建设性的作用。另外一个方面，我们就是看到在经贸层面，其实这是近1-2年以来中欧摩擦比较多的一个领域。其实欧盟进一步的诉求就是希望能够实现更加公平的竞争环境，能够在中国有更好的市场准入，以及一系列的能够与中国在经济合作上更加互惠的一些措施。我们会本着就是也是要从维护自己的利益的角度出发，能够找到一个双方都能够接受的、能够合作共赢的一种方式去处理这些可能还比较尖锐的问题吧。深圳卫视记者注意到，中欧关系发展也出现一些杂音。在一些人鼓噪欧洲对华去风险、降依赖的背景下，欧盟早前对华发起电动汽车反补贴调查，对中欧经贸关系产生了负面影响。甚至有一些人片面强调中欧关系的竞争面，渲染中欧是制度性对手，严重损害双方合作与互信。对于所谓对华去风险，日前法国雅克德洛尔研究所发布报告，认为借助中国实现自身发展壮大是欧盟必然选择。该研究所贸易地缘政治高级研究员艾尔维·法布里坦言，美国的贸易保护主义与欧洲试图对华去风险的做法，实际会增加欧洲的负担。So it means for the European that they may have to adapt the strategy not only based on specialization segment of technological supply chains, but they have to increase their own coverage of the supply chains and to increase their capacity. 欧洲有识之士呼吁，欧方在去风险问题上应牢守理性底线，奉行更加理性务实的对华政策。数据显示，2022年在世界经济缓慢复苏的背景下，中欧双边贸易额仍再创历史新高，达8473亿美元，同比增长2.4%，意味着中欧平均每分钟贸易往来超过160万美元。事实上，去风险这一说法最早是来自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不过他在上月初透露自己将来华参与领导人会晤时，也强调这种竞争可以是建设性的，而不是对立的。We must recognize that there is an explicit element of rivalry in our relationship. But this rivalry can be constructive, not hostile. 好，谢谢陈斌先生在线和我们分享您的观点。谢谢。巴以冲突战火重燃，以军已经将地面攻势扩大至整个加沙地带。据美媒报道，以军准备使用海水灌地道的方式，加大打击哈马斯武装分子的力度。加沙地带卫生部门的最新统计显示，当前该地区230万人口中，约190万人流离失所，其中大部分集中在加沙地带南部。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4号发表声明，呼吁以军避免采取进一步行动，避免加剧加沙地带人道主义灾难。
2023从都国际论坛的嘉宾阵容可谓十分豪华，来自40多个国家的130多位政界、学界和商界等领域的嘉宾参加论坛，其中包括30多位前国家元首、政府首脑和国际组织负责人。论坛间隙，深圳卫视记者专访了斯洛文尼亚前总统、世界领袖联盟主席达尼洛·图尔克，就多边主义、国际法、地区冲突等话题进行了对话。当前全球治理面临复杂形势，国际秩序处在关键十字路口。2023从都国际论坛以多边主义、更多交流、更多包容、更多合作为主题，这也是从都国际论坛连续第3届聚焦多边主义。图尔克表示，世界需要找到一个将各方聚集在一起的方式，不应该排除任何人。Multilateralism is a necessity for the future, but it is not perceived as such by everybody.And this is a problem. This is a problem which we need to address to figure out in which areas, which points require more and better multilateral cooperation. 作为资深政治家、外交家和享有盛誉的国际法专家和国际治理专家，图尔克认为，当前全球面临的诸多共同挑战，比如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恐怖主义、网络安全、能源安全以及战争和制裁等，在某种程度上可以借助发展国际法来改善。International law is a very broad and area of law with a lot of variety. Now, there are certain fundamental rules which have to be respected much better than is the case today. Respect for territorial integrity, political independence of sovereign states. Then there are many other areas, including those that regulate private foreign investment and protection of investors, as well as protection of host countries of investment. So these are areas where international law will have to be developed further. I heard your speech this morning that you mentioned the international law. We have bystander. So could you please raise an example? States tend to interpret international law in accordance with their national interests. Sometimes they choose to ignore international law and pretend that rules do not exist or that they are not sufficiently clear. On other occasions, they insist on international law because that's in their interest. Using law for a strategic purpose is not a new phenomenon. But we live in a time when that use has become really very problematic internationally. 图尔克表示，巴以冲突以及俄乌冲突的发生，就是国际法未得到充分尊重的例证。他指出，相关地区冲突本不应发生，但目前的国际社会缺乏相应的法律框架去解决相关问题。图尔克呼吁尽早完善相关法律，避免国际体系崩解。图尔克曾先后50多次到访中国，见证了过去几十年中国发生的巨大变化。同时，他在全球治理、共建“一带一路”等众多领域一直和中国保持着友好的关系。作为中国和从都国际论坛的老朋友，图尔克认为，中国正以自己的力量为动荡不安的世界提供新解方。There's so many chaos ongoing in the world. So do you think this forum will lead the way to this chaos? Well, I think that, there are efforts to bring calm, first calm, and then rational discussion about future. I think that the 3 initiatives of President Xi are motivated by that, the Global Development Initiative, Peace Initiative, and Civilization Initiative. I believe that one has to start with a general proposition and then develop specific conclusions on that basis. I mean, it's perfectly good to have a general principle first and then develop it in a more concrete plan of action later. And I think that is something that one has to understand when we talk about President Xi's 3 initiatives. 12月5号，2023从都国际论坛在广州落下帷幕，发表了从都宣言，凝聚了来自40多个国家的130多位政界、学界和商界等领域的嘉宾的广泛共识。宣言从当前世界局势出发，以探讨如何面对和解决全人类所面临的共性问题为线索，提出应对解决的原则与方针。从都宣言指出，人类社会面临着前所未有的严峻挑战和不确定性。
2023年从都国际论坛明确提出，要以交往超越封闭，以包容化解对立，以合作赢得未来。面对建设一个什么样的世界，如何建设这个世界的时代之问，中国以自身发展维护和促进世界和平提出并推进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和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对于促进世界发展有积极作用。与会嘉宾欢迎中国结合3大全球倡议，提出关于全球治理变革和建设的中国方案，并鼓励参与政府间未来契约审议的联合国会员国予以认真考虑并推进落实。在促进世界经济发展上，从都宣言明确指出，单边主义、保护主义、通货膨胀、战争和制裁以及全球供应链中断，影响了世界各地的经济，尤其冲击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各国应承担集体责任，采取合作举措，维护经济金融稳定并促进增长。而且，世界进入全面数字化转型的发展时期，数字技术创新仍是全球战略重点。论坛呼吁各国在相关领域展开合作，并营造开放、公平、公正、非歧视的数字发展环境。从都宣言还呼吁以多边主义应对全球挑战，要坚定维护联合国的权威和地位，维护以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为基础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坚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全球的事务要由大家商量着来办。从都宣言作为共识性的文件，实际上是最近几届论坛闭幕式上的立牌菜。不过我留意到，今年的宣言条目比往年更多，一共有11条，内容也更加详实，围绕推动经济复苏、应对全球性挑战、民间友好交往、全球治理变革等等，应时应势提出了许多具体的倡议。比如，今年是有史以来最热的一年，那么应对气候变化就成为了迫在眉睫的议题。从都宣言就呼吁国际社会，特别是发达国家，必须调动尽可能多的资金和技术支持，来帮助发展中国家。宣言长达1500字，我想这也说明，在国际局势经历复杂深刻演变之际，从都国际论坛的与会嘉宾进行了足够深入、充分的交流，才能够达成更为广泛的共识。后疫情时代的国际性论坛，我想这不仅仅是聚得起、谈得来，还要更看重实效，让各方智慧凝聚为共识，转换为行动和成果。而从都国际论坛在这一点上做出了示范。参与2023从都国际论坛的嘉宾包括30多位前国家元首、政府首脑和国际组织负责人。斯洛文尼亚前总统博鲁特·帕霍尔坦言，在其32年的政治生涯中，参加过许多国际会议，而从都国际论坛独树一帜，在这里总能够听到非常真诚的意见，以及带给世界希望的乐观态度。这一切都得益于中国的智慧。The wisdom that will secure peace and stability. Nobody says that China should be privileged in international order, but nobody said also that somebody else should be privileged. I think the majority of us here were advocating fair competition for the benefits of all. I'm in a situation where West is shocked by your development. But you should go on, and we should go on. Everybody should go on. 世界基金会执行副主席肖恩·克里瑞认为，他和其他与会嘉宾就多边主义与全球治理变革进行深入探讨，结果是乐观且令人振奋的。I thought two things had happened. The one is that the sense of urgency has increased, and the sense of collective understanding about what needs to be done has increased as well. I think the fact that Xi Jinping has released the Global Development Initiative, the Global Security Initiative, the Global Civilization Initiative, and then integrated them all into proposals for the reform and development of global governance has been extremely helpful in terms of shaping perspectives. So I think the most important thing that was apparent in all of the discussions here as well is that everyone needs to get their heads around the substance of these proposals and start thinking about what our purposes are, what rules we're going to apply in working together, and what institutional changes we need to make to multilateral institutions to enable a shared future for humankind. And that's
an exciting opportunity right now. 而中国所倡导的多边主义理念已引发与会的多国前政要的强烈共鸣。他们表示，不论是欧洲还是非洲，都反对零和游戏思维，天空足够广大，合作共赢未来。而“一带一路”倡议则是蕴藏着中国智慧并普惠参与共建国家的全球公共产品。Especially the Belt and Road, the big project. You and us, we call win-win situation, win-win projects, win-win looking at the future. So, of course, I think that all countries are benefiting. At the same time, I think that, with a project like that, first goes hardware, first go infrastructure. So that is rolled out very well. Then the second thing that goes, let's call it software. Software is more like trade and state investments. Just look at, for example, major priorities for the world, like the green transformation. China is leading, but European Union is leading too. We should come together for a greener planet. And also, great power games, China and Europe believe in win-win cooperation and shared future. We need to deliver on that too, together, Europe and China. 国之交在于民相亲，也在本次论坛上得到生动的展现。法国前总统戴高乐的曾孙女 Precepts Strategy 联合创始人兼欧洲分公司总裁娜塔莉·戴高乐是第2次参加从都国际论坛。他对深圳卫视记者表示，民间外交和公共外交相辅相成，保持互补，对增进彼此了解大有帮助。他的曾祖父曾推动了中法两国建交，此刻历史与现实在他自己身上交汇。It's my third time in China. So I was talking about the special relationship between China and France. Next year will mark the 60th anniversary of our diplomatic relations, bilateral relations, and we are already working together on the climate, on the economy, on the agricultural sector. Yesterday, a big partnership was signed between between Kingle Company and Semaris, which is a big agricultural and logistic company. I think that we are already cooperating, but we could increase it on the green energy, everything related to civil nuclear energy. And I believe as well the academic world, it's talking about people-to-people exchange. It's very important to have a strong academic exchange between students. I myself would love someday to come to teach here, maybe in China, or to welcome Chinese students or Chinese professors in France. 在本次论坛上举行了一场名为粤港澳大湾区菜篮子交易中心的签约仪式。法国赛马里斯股份有限公司与乔欣集团有限公司签署了合作备忘录。赛马里斯目前管理着世界上最大的农产品物流基础设施。虽然今年以来欧洲出现一些鼓吹去风险的杂音，但赛马里斯国际业务总经理坚定表示，法国与中国之间存在特殊连结，法国企业离不开蓬勃的中国市场。And there is a special relation between French state and Chinese state, especially from the venue of our President Emmanuel Macron in China. So the relation is here. We have to strengthen maybe by the re-implementation of flight connection, of logistic corridors, and different solutions. And I am sure in the future, with development of economic relations, we can foster, we can reinforce political and strategical relations between France and China. 好，以访问日本为场景的美日山鹰兵棋联演4号在日本3地正式启动，澳大利亚首次参加该演习。但在日前，驻日美军一架鱼鹰运输机在日本海域坠毁，美军却无视日方要求继续直飞相关机型，引发日本国内强烈反弹。中国外交部发言人5号指出，美军一向自诩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却在治外法权的硬币下肆意妄为，号称是在保护盟友的安全，实际上却成为盟友的不安全源。据日本媒体报道，山鹰联合演训时间为4号到13号，地点包括在日本陆上自卫队的3处基地，约6800人参演。值得注意的是，此前一直以观察员身份参与的澳大利亚，首次派遣200多名陆军加入本次演习；菲律宾军队则首次以观察员身份参加此次演习。
日媒称，预计澳军将会参与向美国和日本自卫队提供弹药与燃料补给的行动。美日澳三国防长今年6月举行会谈时，都同意应该扩大举行联合演习。在开训式上，日本陆上自卫队司令官竹本龙司声称，相信这将对内外彰显日美澳间联系之密切。此次邀请澳大利亚参加山鹰兵棋推演，应该说是兵棋推演的一个突破。那么他向外界所传递的这些话，并非是我们看到的仅仅澳大利亚一个国家来参与这个军演，他背后所看到的应该是美日澳三方他在军事领域的合作，应该说已经落实到军事训练这个层面了。那么作为澳大利亚和美日进行这个兵棋推演，应该说美国所打造的三方的这个小圈子，那么进一步的巩固。那么澳大利亚在亚太地区，它的军事存在感进一步增强。澳大利亚加入美国印太战略这样一个战略意图，已经得到明确的落实。日本陆上自卫队和美国陆军于1982年开始实施代号为山鹰的大规模兵棋推演，本次演习为第82次。具体预想场景是，当日本遭受攻击，进而确认自卫队和美澳两军联合应对的步骤。有分析指，美国通过类似演习加紧拉拢地区国家推进印太战略，而日本也想借此逐步推进军事正常化，实现武器装备从防到攻、从低端到高端的转换，可谓各取所需。而日本右翼媒体产经新闻则渲染称，日美澳三国加强合作，意在对抗在印太地区加大军事活动频度的中国。而作为推进印太战略重要一环，美军还计划于2024年在印太地区部署中程陆基导弹，这也将是自2019年中导条约失效以来美军的首次部署行动。有分析指，这将把印太地区拖入自冷战以来最大的危险境地。据美国太平洋陆军发言人罗布·菲利普斯透露，该计划正考虑的武器选项包括标准6导弹的陆基版和战斧巡航导弹，这些导弹的射程在500公里至2700公里之间。卡内基国际和平研究院高级研究员安基特·潘达称，美国陆军将把中程导弹部队主要派往美国领土关岛，并寻求在紧急情况下向亚洲盟国做出更多的前沿部署。美国太平洋陆军司令福林还表示，相关部署是为了阻止中国大陆打击台湾。美国之所以在亚太地区要坚持部署中导，应该说这个背后的目的的话是非常明确的，那就是针对中国、俄罗斯或者朝鲜等国。所以我觉得美国部署中导，它不是一个简单部署几个导弹的问题，而是一种趋势性的战略部署的调整。那么由于美国在这一地区要部署中导，它的针对性又相对比较明确，它一定会破坏这个地区的平衡，同时的话呢，会加剧这一地区不稳定的因素。对此，中国国防部发言人吴谦大校11月30号回应指出，美国推动在亚太地区部署中导是一个危险的动向，将严重威胁地区国家安全，严重破坏地区和平稳定。中方坚决反对，并将予以坚决反制。需要强调的是，台湾问题纯属中国内政，不容任何外来干涉。解决台湾问题是任何人、任何势力都无法阻挡的。不过，美方加速推进印太战略及相关军事部署，也面临着一些隐忧。11月29号，一架搭载8名机组成员执行例行训练任务的 CV-22型鱼鹰轻转旋翼机，在鹿儿岛县乌九岛附近海域坠毁。4号上午，美军和日本海上自卫队的潜水员在乌九岛机场以东约1公里处的海域，发现了疑似机体主要部分的物体和5名机组人员的遗骸，并打捞了其中2具。坠毁的飞机上共有8人，事故的死亡人数已升至6人。美军5号加紧打捞仍在海中的另外3名机组人员遗体。
鱼鹰坠海发生后，日本要求美国方面立即暂停所有鱼鹰军机的飞行。为此，日本外相上川洋子和防相木原忍还分别紧急约见美国驻日大使伊曼纽尔和驻日美军司令卢普上将，要求美方在确认飞机安全后再允许飞行。但美方显然未将日方的态度放在眼中，仅暂停了出事飞机所在基地的鱼鹰。日本防卫相木原忍在5号的日本参院外交防卫委员会会议上透露，事故发生后，美海军陆战队版的 MV-22 鱼鹰截至4日，在冲绳的美军普天间机场共起降72次。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5号指出，美军一向自诩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却在治外法权的印蔽下肆意妄为。美方号称是在保护盟友的安全，实际上却成为盟友的不安全源。美方应当拿出认真负责任的态度，重视当地民众关切，对事故原因作出详尽调查，给各方一个合理交代，还地区一份和平安宁。澳大利亚首次参加美日联合军演，那您认为日澳将在美国印太战略中扮演怎样的角色呢？主持人好，美国所谓的印太战略旨在制约中国，澳大利亚和日本呢，其实早就介入其中。美日澳印四方安全对话机制，美英澳AUKUS 军事同盟都是美国印太战略的组成部分。现在澳大利亚首次参加美日联合军演，在日本本土3个地方举行，训练联合作战的实训共享和部队协同作战等等。看演习地点呢，就知道澳大利亚军事力量呢正在向东南亚渗透，目的在于美日澳3国联合起来应对来自朝鲜、俄罗斯和中国的军事行动。这次美日澳联合军演特别强调所谓台湾有事，冲绳岛有事，澳大利亚可能对美军、日本自卫队提供弹药、燃料等补给，实际上呢，给中国的周边安全、给台海局势带来威胁。所以呢，中方很及时地提醒相关参与方，军事合作呢，首先应当有利于地区和平与稳定，不应当针对第三方，更不得损害第三方的利益。美日澳有关举动加剧军备竞赛势头，冲击地区和平与安全，严重破坏了全球战略平衡与稳定，损害以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中方呢尤其指出，由于历史原因，日本的军事安全动向一直是备受国际社会和亚洲邻国的关注，美日呢应当谨言慎行。可是呀，日本偏偏不听中国的劝导，还执意加深与五眼联盟的合作，在今天呢完成参加美国、英国等7国太空安全合作框架联合太空作战愿景的程序。我们都知道呀，太空呢正成为与陆地、海洋、空中网络空间并列的新战场，太空在安全领域的重要性是日益增强。日本呢加深与五眼联盟合作，加强其太空监视能力，对中国安全来说呢也是一大安全隐患。美军呢还计划近期在日本设立新的太空军总部，成立美军驻日太空军，以完成美日韩联合的太空军系统，共同应对中国、朝鲜及俄罗斯。无论是澳大利亚参加美日联合军演，还是日本加入五眼联盟的太空联合作战框架，都说明了日澳在更深的参与美国的印太战略，在分化东亚及亚洲国家间的合作，在推动阵营划分，这对亚太地区的和平与稳定是非常不利的，也是很不负责任的。不过美日似乎也有矛盾。当美军鱼鹰坠海后，日本除了要求美方在日停飞相关机型外，还检讨购买美国同类军机是否合理。那您觉得他们会怎么样来处理这个矛盾呢？美国还计划在亚太部署中程导弹，那您认为他们的目的是什么呢？驻日美军的军机出事呢，这不是第一次，很多次了。像以往一样，日本帮助美军打捞出战机残骸，同时呢也发现美军尸体，然后呢陆上自卫队下令停飞自己拥有的14架鱼鹰。与以往更相似的情况是，日本呢检讨购买美国同类战机是否能够确保自身的安全，是否是浪费纳税人的钱，但呢没用的。日本冲绳地区的民众呢，为了鱼鹰的安全进行过长时间的抗议，但是日本呢只有继续购买美国战机的份，因为日本安全上呢要全靠美国，在军事上呢是没有主导权的。这使得美军在日本的基地呢就成了鱼鹰的实验场，
日本呢最多就嚷嚷下而已。至于美军计划在亚太地区部署中程导弹，他们呢还有个比喻叫做中程导弹墙，是在该地区部署的首个武器库，目标呢是加强对中国的所谓威慑。美军太平洋司令佛林说得更加露骨，部署中程导弹是为了应对中国大陆对明年呢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结果所做出的反应。他说呀，目前呢已经进行了导弹测试，包括少数的陆基战斧巡航导弹和标准6型导弹，但是呢他不会透露在什么地点、什么时间部署。这也是2019年中导条约失效以后美国的首次部署，大概呢部署在关岛及第一岛链附近。不过问题又来了，美国的中程导弹很可能呢就成为解放军导弹，特别是超高音速导弹的靶子。日本和菲律宾呢也都不太愿意接纳，害怕呢成为牺牲品。中国国防部日前呢就回应说，美国推动在亚太地区部署中导是一个危险的动向，将严重威胁地区国家安全，严重的破坏地区和平稳定。中方呢坚决反对，并将予以坚决的反制。而我也认为，美国在这一问题上呢打信息战的可能要高于实际部署，旨在干涉台湾地区的选举。那么今天呢，外交部发言人就特别强调了，台湾呢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台湾地区选举从属中国内部事务。